最近台灣又有新增多起 M 痘病例，也讓很多人開始擔心猴痘是不是又回來了？我會不會不小心就被傳染？你今天點進來這部影片就是做對第一步了。這一次我想把 M 痘的來源、病符分類、傳染途徑、檢查方式和一般皮膚病怎麼區分、治療方式、疫苗現況，以及它和 One Health 全球健康概念的關係一次講清楚。看完這部影片，你會比99%的人更了解 M 痘，也會知道自己實際需要怎麼保護自己。既然現在台灣病例又增加，先從大家最常問的開始，為什麼以前叫猴痘，現在變成 M 痘呢？這個名稱是在2022年由世界衛生組織正式調整的，原因不是病毒變種，而是為了避免誤導與污名。原本的 Monkeypox 猴痘讓很多人以為疾病只和猴子有關，但事實上猴子並不是主要宿主。目前推測真正的自然宿主更可能是非洲的啮齒類動物，例如某些松鼠或鼠類，而猴子只是偶然感染的中間宿主。因為猴痘這個名稱在全球真的造成過錯誤聯想，甚至出現攻擊野生動物的事件，所以 WHO 才將 Monkeypox Disease 正式改名為 Mpox， 中文改成 M 痘。這個調整的目的就是恢復中立，避免錯誤印象，讓焦點放在疾病本身，而不是特定動物或族群。講到這裡，我們來看病毒本體。M 痘屬於痘病毒家族，是正統的 Orthopox virus 成員，跟天花病毒是很近的親戚。痘病毒家族有個共通點，體積大，外殼結構穩定，是 DNA 病毒，所以在環境中的存活能力比許多其他病毒強。也因為這樣，在醫療院所處理患者的皮膚病灶液、分泌物或污染過的床單衣物時，都需要額外小心。目前 M 痘分成兩大主要分支，以前叫剛果株和西非株，但現在改名為第一分支 Clade 1原剛果株與第二分支 Clade 2原西非株。Clade 1的致死率比較高，而 Clade 2也就是近幾年引起全球疫情的分支，傳播力較強，但致死率相對低。但致死率低並不等於不用在意，它仍然會造成疼痛、感染、疤痕，免疫力弱的人甚至還可能併發重症，所以還是要以正確態度面對。接着進入大家最關心的部分， M 痘到底如何傳染？其實傳染方式非常明確，包含密切接觸、皮膚接觸、體液接觸、飛沫和接觸被污染過的物品都可能傳播。近幾年全球疫情大量出現在高頻率私密接觸的族群裡，很多人誤以為它變成性病，但其實不是。真正的關鍵是需要長時間緊密接觸，剛好這種接觸模式與某些行為重疊，而不是因為某種身份或性傾向。換句話說，只要有密切接觸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。典型的潛伏期約為3到17天，但我的監測與防疫，實務上通常以21天作為最長監測期。且也報告指出，少數個案在出診前1到4天就可能具備傳染力。那又怎麼分辨 M 痘和一般皮膚病呢？典型的 M 痘皮疹通常會經歷固定順序，從小凸起到水泡，到膿泡，再到結痂，特徵是病灶形狀比較一致，而且明顯疼痛，跟水痘那種不同階段混在一起的外觀不太一樣。不過近幾年的流行株，有時候病灶很少，甚至只有1-2顆，所以只要出現不明原因、疼痛、破皮、水泡的傷口，加上近期有密切接觸史，就需要提高警覺。另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， M 痘常伴嘴發燒、畏寒，並且明顯的淋巴結腫大，特別是在頸部、腋下、鼠蹊部。如果淋巴腫大又有不明皮疹，就更應該就醫檢查。那感染後怎麼確診呢？現在最標準的方法是 PCR， 通常會取皮膚病灶、潰瘍或結痂的樣本。PCR 本身是一項快速和高度準確的檢測方法，理論上技術可能在數小時內完成，但是實務上因為採檢、運送與實驗室作業流程等因素，報告時間通常落在數小時到數天之間，是地區與實驗室的負荷而定。因為 M 痘沒有辦法靠血液檢查來分辨急性感染，所以檢體一定要來自皮膚病灶，這是目前最可靠的方法。
治療部分，大部分感染者屬於輕症，會在2到4週內自行痊癒。醫療上主要提供止痛、保濕、抗發炎等支持性治療。對於嚴重病例或已免疫力低下的患者，臨床上可考慮使用抗痘病毒藥物 Tecovirimat、TPOXX， 但這類用藥通常依照各國的政策、供應情況與臨床指針而定，並非對所有輕症患者的標準治療。臨床證據也仍在累積，因此通常由感染線專科醫師評估後決定使用。不過，這類藥物在全球供應有限，大部分患者還是以症狀緩解為主。講到治療，就一定要談疫苗。現在使用的疫苗其實不是為 M 痘特制，而是第3代天花病毒 Imvamune 或 Jynneos。因為同屬 Orthopox virus， 所以交叉保護力很高。很多國家針對高風險族群提供預防性接種或暴露後接種，能大幅降低重症 risk。講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注意到一個現象：為什麼這幾年全球那麼多新型傳染病，從 SARS-CoV-90 到 M 痘，其實背後都與 One Health 的概念有關。One Health 強調人類、動物、環境是互相牽動、密不可分的。以 M 痘為例，它原本只流行在非洲某些地區，但隨着人類活動擴張、旅遊、動物教義、棲地改變，甚至氣候變遷，這些因素讓病毒更容易突破物種界限，進入新的地區和族群。全球化時代沒有絕對的很遠的病，只要環境變動夠大，各地就會看到原本不是這裡的病毒出現。最後，我們要回到一般人最實際的問題，要怎麼預防？其實很簡單，避免與含有水泡、潰瘍或破皮傷口的人密切接觸，個人用品不共用。若有疑似症狀，要早就醫。若你屬於高風險族群，也可以向醫療院所諮詢疫苗。最重要的是避免恐慌，也避免污名。疾病不會挑人，只會挑接觸方式。如果你想看到這裡，代表你已經比 99% 的人更了解 M 痘了。也希望你能把這部影片分享給身邊需要的人，讓大家都能有正確資訊，不被謠言嚇到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跟檢驗、醫檢師工作、疾病解析相關的內容，記得訂閱小小觀察、大大檢驗，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之後還會帶來更多更全面的健康知識。我們下次見。